大家好，今天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有1年多没有跟踪过的黄金比例 2.27 来预测神秘的顶部会在40万美元吗？因为跟一篇机构的报道好像有重合之处，包括很多人困惑我为什么一直持续在看涨比特币，因为去年 20K 下方的比特币以及$1000的以太坊买入的筹码，一些老粉丝也是一直在持有啊，是你肯定也是看涨的。或者等下来聊一下比特币底部买入的秘诀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程序交易警报。我们先来聊一下比特币底部买入的秘诀。就我所知道，有接近10几个指标都可以从比特币22年 20K 下方或者 15K 的底部找到有可能筑底的迹象。那简单的这一张图表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 WR 指标在月线级别里面，它如果穿过80上方，就是这个 20K 下方，你应该要做买入的动作，而且是4年的时间。这个 WR 指标19年的这个底部它就是底部，或者是15年的这个低点的位置，它来到80上方，都是事隔4年的时间，来到这么超卖的区间，底部就是底部。或者是小散最喜欢用的 MACD 指标，从月线里面也可以观察出来，当时为什么 20K 下方，希望朋友们可以分批买入这个比特币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，它只要月线里面的这一个柱状放个7根，底部就是底部啊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，比如说19年的这一个底部的位置，19年底部它柱状最深的一根就是放了7根的柱状，底部就是底部。或者是15年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这个柱状放了7根，底部就是底部。所以就看散户敢不敢买啊，你敢不敢买，你有没有计划。我去年的时候 20K 下方就是计划开始要买，中间也是有爆过一次仓，但是现货买到现在有大部分的利润，一直也是在想办法，如果有压回的低点，现货用利润再去开闭本位的仓位。所以散户你交易要有计划，如果计划在某一个目标位要开始抄底，你就应该大胆的买入。很多散户为什么输钱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态在作祟。比如说这么一个道理， 20K 开始计划要抄底，我知道大部分的散户等到价格真正跌到 20K 的时候，他开始不敢买了，他要指望比特币跌到 15K。 那真的哪一天比特币跌到 15K，他又开始不敢买了，他在指望比特币要跌到 12K， 要这样子交易永远都不会赚钱。所以不光是这个 MACD 指标，其他的指标也是一大堆哦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月线的 KD 指标，像这个 KD 指标在月线级别里面都知道能来到20下方就是非常非常超卖的一个区间。别人在恐慌的时候我们要贪婪，别人在贪婪的时候我们要恐慌，这是巴菲特讲的一句话。在比特币市场为什么很多散户就不懂得怎么去运用？所以我的观点是指标是非常非常的多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。或者是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RSI， 也是月线级别，4年的时间来到这么低的区间，接近40附近，你不买要等什么时候买？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15年的底部也是一样，4年的时间来到这么低的区间，或者19年这个低点也是来到这么低的区间，这种位置不买要等什么时候买？那现在整个趋势都已经下降的趋势都已经突破了，不要指望它会再跌到这个低点，或者是 25K， 我的观点支撑也是非常非常的强，万一真的再一次涨上去，你再一次后悔都来不及。所以1年多了，看到身边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现象，我估计有 80% 的散户比特币 20K 下方没有买，或者是 20K 到 25K 附近也没有买，到现在还在看空这个比特币。希望朋友们不要再犯错，因为我也是想帮大家能赚钱尽量赚到未来顶部的高位，我们再做出清的动作，实现一波财富自由，大家一同 happy。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我记得是在22年的时候有跟朋友们讲过，如果比特币在哪一天底部，我们仓位买完以后，未来顶部的高位有可能从历史的一个规律里面去发现找出一个现象。比如说2015年当时比特币14年到15年空头的熊市，它这里面下跌的空间
后面牛市涨上来就是从这一个160附近到未来这一个比特币接近19000的高位，它这整波涨幅的空间比例，黄金的对数比例会跟这一个下跌空间的比例成2.27倍的关系。那这个要怎么画哦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裸 K 的图形，朋友们可以直接用这一个黄金比例，然后从高点，比如说14年的高点拉到2015年的低点位置，然后我们把里面的几个参数给改一下。首先你要调出2.27的这一个比例啊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拉到下面，把这一个对数的黄金比例给它打开，它才有参考性啊。就是17年这个顶部的高位，感觉这个2.27倍也是有高度命中在这个位置啊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，比如说2012年的这一波牛市，它的高点最终的顶部大约是在$1000附近啊。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在这一个11年顶部的高位到这一个空头熊市的低位，你也可以从这个高点拉到这个低点，然后对应的一个对数黄金比例2.27倍，它最终也是命中在$1000左右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历史上有一个位置是没有什么参考性，就是17年的这个顶部到19年的这个底部空间，我们可以拉一个黄金比例对数里面去观察，它后面的高点是并没有命中在这个$20万啊。不过也是有发现，比如说当时在19年6月份这个高点13000附近，后面在20年疫情爆发，当时比特币这个位置崩盘了40%左右，它这个低点是在$4000附近啊。也可以从这个高点到低点画一个黄金比例对数2.27倍，它最终的一个高点就是在69000附近啊。所以现在我也是在预测，有没有可能比特币2021年11月份这个最高点69000，你画一个对数的黄金比例到这一个$15600附近，然后对数的2.27倍，有没有可能涨到40万的高位？不排除有可能啊，因为之前也是有计划，如果未来比特币减半以后，至少要看到10万以上。没有见到10万的比特币，我多单不会做平仓的动作，或者是本来也是有一个计划，30万到时候要不要平掉一部分，或者是如果这一个位置有高度参考性的话，到时候未来的顶部，我们再利用其他的一些技术形态判断，有没有可能是10万左右，会不会是比特币25年的顶部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则报道啊，机构预测24年比特币产量减半以后，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位置，比特币会涨到$40万。它这边的依据是未来的抛售会不断的下降，而且迅速增长的购买热潮。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在预期的，未来美联储降息以后，或者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它只要往下掉的情况下，我相信有一大部分大陆的那一些资金会不断的涌入比特币市场，所以这一则报道跟我的计划也是有一些高度重合性啊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还有一个内容，它是有提到，如果比特币在产量减半之前的价格能维持在35K 附近，然后产量减半之后，比特币如果再涨个10几12倍，有可能未来的顶部也是在40万附近。所以我的观点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不排除在产量减半之前，如果比特币真的突破了这个 32K 的高位，它价格如果是在 32K 上方，或者就跟那个机构预测的 35K， 那等到产量减半之后，比特币再涨个10倍，也不排除未来的顶部有可能就是在$30万上方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